Hello， 大家好，我是 Lucas， 这里是 Lucas 漫。我每一周会分享一支漫画解说影片，你可以先看1分钟的精华解说，看看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就接着看下去，没兴趣的话，你给我先订阅再离开。江东元主演的电影《附身》原著漫画。附身的故事是一场3个月前一名卡车司机疑似被鬼附身造成的连环车祸意外。车祸发生之后，假驱魔师钱博士在电视上信誓旦旦说：“哈，这一定是鬼附身才造成的意外。”而女主角佑静是一位看得见鬼的少女，只要读书时就会不断看见鬼，还被鬼搞到满身伤。反观钱博士完全不相信世界上有鬼，爱死爱嘎被死。总是通过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洞察一切事实和资讯，还装神弄鬼的招摇撞骗。平时只要有人质疑他，他总是假装让鬼附身，假冒成委托人口中的鬼，然后自己赶走自己身上的鬼。他也会拿出他的道具，只要有鬼出现就会响的这个铃铛，但这当然是骗人的。这铃铛根本是空心的，才不会响的。而回到当时被鬼附身的卡车司机这里，他在医院躺很久。负责这起案件的壮壮警察和长发警察来的时候，卡车司机不断的说那场意外不是他做的，不是他做的。突然间，他像是又被附身一样开始暴冲，还攻击警察们，最后就这样从医院高楼跳下去离开了。这天，佑庆找到了钱博士，向他提出驱魔委托。这时钱博士就不以为然的开价300万，说不准讨价还价。没想到佑庆就这样阿斯塔利的答应。在之后，钱博士直接来到佑庆家，看看鬼到底在哪里。而不相信鬼的钱博士当然是对于说自己看得到鬼的佑庆半信半疑的。两人就这样为鬼是否存在辩驳了起来。佑庆开始觉得委屈，生气大喊：“这里是真的有鬼，真的有鬼！”然后这个就这么突然的脱下了衬衫，给钱博士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伤，还说这些都是鬼弄的，更要求钱博士今晚留下来陪他。钱博士看到眼前这幅美景，根本看到忘记擦口水，一副的猪哥脸。的哥小的哥，两眼就这样一起待了1个晚上。就这天晚上，佑庆还真的都没看到鬼，直接睡了一夜好觉。反倒是钱博士却疑似被鬼压床，整晚睡觉动弹不得。经过这晚，佑庆决定加码给钱博士80万，请他再陪他1个星期。钱博士说自己因为工作可不能外宿一整周于是两人协调后就决定一同前往钱博士的工作室。在钱博士开着佑庆的车前往工作室的路上，突然砰！撞到1个人，钱博士赶紧下车查看，发现竟然是从医院逃出的卡车司机。不过钱博士留下佑庆人，也让他再度陷入被鬼包围的困境。佑庆看到了周遭都是高速公路意外死亡的人们，以及一个可怕的长发男孤独鬼。钱博士上前把卡车司机背在身上，转身却发现佑庆怎么不见了？随后他们就被救护车带回了医院。来到医院的时候，钱博士开始寻找佑庆，还遇到了身为医生的老朋友。另外，他也开始和壮壮警察尝试厘清事情的经过。这时候，他们遇到了帅哥驱魔师。钱博士因为根本不相信鬼，还和他争论起了今天这场意外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不是鬼和被鬼附身的卡车司机所造成。没过多久，卡车司机清醒了过来，说道：“自己被鬼附身，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害死了这么多人。”他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内疚，想要就这样去地狱摆脱这一切。最让人同情的是，他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身体被鬼操纵，去滥杀无辜，所以把自己的2颗眼珠都挖了下来。看到就觉得好痛。而医生告诉钱博士，佑庆其实也被送来了，他把他安排在单人病房里。哇，医生根本就是在整他吧。想当然，佑庆不断的看见鬼，还疯狂被攻击。他急忙逃出病房，却在走廊上遇到了孤独鬼。幸好钱博士及时出现，并且把他带到了大家面前。佑庆向大家说着他害怕的原因，都是因为他每次独处都会出现的鬼，这次也追了过来。而且他还看到了当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附身在卡车司机身上的孤独鬼。不过最扯来了，佑庆竟然还说出了孤独鬼的年龄和死亡原因，全场一度愣住，就连我也吓到呢。我以为你只有阴阳眼，这已经是开外挂了吧？原来这是一部超能力漫画。总之，佑庆只要触碰到鬼的那一个瞬间，就能感受到这些资讯。而不信鬼的钱博士当然是更惊讶的想说：佑庆难道是真的看得到鬼吗？接着他们一行人听到佑庆提供的资讯后，帅哥驱魔师便带头决定来到刚刚佑庆遇见孤独鬼的地方来抓鬼。他告诉大家，他要让孤独鬼上他的身，来方便跟他沟通。突然，他眼睛变了颜色，神情和语气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仿佛被附身，说着自己的死因，还有自己附身到卡车司机上的来龙去脉。不过经验老大的钱博士看到这，一眼就识破，他铁定是骗人的。
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相信鬼，另一方面是这些伎俩他觉得他自己也能轻易做到啊。突然间被鬼附身的帅哥驱魔师开始情绪失控，说自己当初附身到卡车司机身上，被关在那副躯壳当中整整3个月有多孤单多痛苦，还开始类诉着他本人的尸体就躺在这栋医院的太平间里。于是大家到太平间确认真的有孤独鬼的身体后，这也使得博士惊讶不已，想说难道真的有鬼和附身这回事吗？随后他们把孤独鬼的尸体火化，并且由帅哥驱魔师举行监督仪式。监督仪式就大概是类似超度之类的，对，反正就是把它烧掉。长发警察在一旁看着的时候，透过跟帅哥驱魔师的对话，发觉帅哥驱魔师还真是神机妙算，所以他也开始一副就像是变成他信徒的样子，完全就是露出一脸即将要被利用的工具人脸。回到钱博士家后，他竟然向右近坦白自己看不见鬼，说自己是假的驱魔师，所以不能真的收下右近这么多钱。右近却毫不在意，他觉得和钱博士待在一起啊，他就都没有看见鬼了。那钱博士对他来说就是真的驱魔师了哦。哇，右近会不会人太好？而正当讨论到钱的时候，钱博士他强烈的第六感让他心想，就算真的有孤独鬼，那为什么他要挑上卡车司机来附身呢？他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阴谋，因为他嗅到了钱的味道啊。他决定去警察局，还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3个月前的交通意外为何要挑这位卡车司机附身？那卡车上到底运送着什么？所以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他们去拿几天前撞坏的车，也得知了当时卡车司机根本就是故意冲上前来撞他们的车的。不过钱博士不明白，为什么他明明挖了眼睛还看得到呢？右近则说，他不是被鬼附身了吗？鬼他自己当然看得到，又不是透过那个眼睛。没想到钱博士又开始滔滔不绝，说起他那个世界上没有鬼的论点，鬼以及鬼的怨恨都是来自于人类的心灵创伤，叭叭叭叭叭的。然后右近就这样听到睡着了。这时钱博士意外发现一张交通意外的巨额保单收据，相命。原来右近的谁之前经历了一场死亡车祸吗？来到警局后，右近在这遇到了一位长官，他说他觉得右近实在是很面熟，不过还是想不起来。随后长官看到长发警察不在，就开始念说，不会又去找巫师了吧？果不其然，长发警察就在帅哥驱魔师这问时，没想到他问完离开后，出现了一个胖胖鬼，对帅哥驱魔师疯狂咆哮。他也回答道，想要找回身体就不准对我乱来，反正你不也需要新的身体？难道有什么阴谋吗？回到警察局这里，钱博士和壮壮警察一起看了监视器，发现了当时3个月前高速公路车祸的卡车载的是冷冻鱼。鬼的是车祸的时候鱼都掉进了河里，但卡车司机却拼了命的捞回那些鱼。敏锐的钱博士再度闻到了钱的味道，他觉得铁定是有蹊跷。另外他也查看了当时医院的监视器，因为他想看看帅哥驱魔师到底是不是在装神弄鬼。不是啊，吐槽一下，为何警察局这里会有医院监视器啊？果然他们发现帅哥驱魔师在当时根本也戴上了红色隐形眼镜，来伪装成自己被鬼附身。不过更令人震惊的是，钱博士也看了当时右近一人在医院单人房里面的画面，他发现房内根本就没有其他人，但右近却一直疯狂对空间的某一处感到恐慌，甚至还一直伤害自己。哇，剧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原来右近身上的伤根本就不是鬼弄的，而是他自己弄的。而钱博士浮夸的反应跟我们一模一样，他也想说，天哪，这人是精神分裂吧？没错，就是精神分裂。钱博士打给医生朋友确认，才得知事实上右近患有了思觉失调。而说到这钱博士就想起了他小时候的事。原来钱博士的爸爸也患有思觉失调症，而钱博士小时候，他爷爷身为一个强大的驱魔师，却过度迷信，觉得他自己的儿子幻觉又幻听，需要的根本就不是医生，因为他儿子这样一定是鬼上身，一定是被鬼附身，所以他需要的是降神剂。于是爷爷就一直给他搞一些有的没的仪式，而爸爸也看起来一点都不情愿，十分痛苦。而这些都看在童年的钱博士眼里，也成为了他一辈子的阴影。不过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不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吧。而爸爸当时也给了他一个铃铛，说是能够在鬼靠近的时候响起。爸爸也不停说他自己是纯净的，他自己没有被鬼附身。不过令人难过的是，没过多久，他爸就因为顽疾而过世。回到现在钱博士这里，博士叫他负责调查各种资讯的伙伴来帮忙调查右近。没错，这种办案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智囊，让人想到倒脸人生的 Gloomy G。调查之后，博士也得知了原来右近现在大学正在休学当中，父母车祸意外身亡过世。而他曾经交往过的所有男人们也都说右近是个疯子，而他独处是怎么是这样讲
在莫名伤害自己，但他却对别人谎称自己看到鬼，而且还被鬼伤害。这让钱博士猜想，这或许是因为罪恶感而产生的防御机制。不过钱博士却觉得，比起右近，他自己却是故意去招摇撞骗，故意去说谎的，这也让他顿时感到自惭形秽。于是博士决定帮助右近，他马上打给了右近，博士慢慢的引导他，告诉他这些都是幻觉。博士也比以往都还要震惊，告诉右近，他不需要相信博士自己，他只要相信这个钱博士爸爸给的神奇铃铛就好，只要没有响，那就代表没有鬼存在。而铃铛确实是没有响，钱博士又叫右近闭上他的眼睛。透过钱博士的话语他也渐渐放下了当初那场父母双亡的车祸，只有自己存活下来的庞大的罪恶感。So much怎么这么像驱魔面孔？而几天后也迎来了他们合约到期的日子，右近顺利解决了一直以来的烦恼，而他也对钱博士感到非常的感激。他说着，能遇见大叔真的是太好了呢，大叔是真正的退魔师。哎呀，这光子有点少，有点圣母，又有点正能量，有点感动啊。当然右近却拒绝了，因为右近说这是博士爸爸送给他重要的东西，他怎么能够收呢？不过钱博士觉得也太奇怪了，因为他明明就没有说过他自己以前的事，右近怎么会知道这是他父亲给他珍贵的铃铛呢？难道右近还有什么秘密吗？不过你以为故事就要这样结束，两人就要这样分开了吗？事情当然不可能这么顺利，因为没想到右近离开去了一下厕所，却又遇到了孤独鬼，有够可怕。他就这样突然出现，然后说看得到我吧？不是啊，这里是女厕Hello 于是右近马上逃离，拉着钱博士的手赶快溜。没想到右近这一次还蛮聪明的，看来是鬼见多了，也有了自己一套 SOP 啦。然后他们随即遇上壮壮刑警，壮壮带他们一同回到警局，说了他自己调查孤独鬼的生前的背景。原来他职场不顺利，所以沉迷于各种咒术法术当中，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最惨的是他没有人可以聊聊，这就是为何我叫他孤独鬼。Oh, so sad。不过有一天，他却突然获得了一项能力——灵魂出窍。不是，这能力是可以说拿到就拿到，可以这样从天而降的，是不是？在这之后孤独鬼遇到了帅哥驱魔师，于是本来就心术不正的帅哥驱魔师就教他，不如用这个状态来进入别人的体内，来操纵他们。没错，终于解答了原来这一部作品所谓的附身就是灵魂出窍，跑去操纵别人的意思。接着他们就开始计划他们的阴谋，他们的大义。不过其实附身的副作用是蛮大的，但帅哥驱魔师根本就不管孤独鬼的死活他一直不断说服，不断鼓励，甚至威胁他，因为其实他只是想要利用他达成他自己的目的而已。而刚刚说到他们的大业是什么呢？原来他们的计划就是透过附身来偷走价值8亿的宝物。这个宝物又是哪里来的？原来是有一个客户跑来找帅哥驱魔师，请他帮他挑看看要在哪一个良辰吉日来进行自己的宝物交易。哇，真的是送上来的肥羊啊！所以他们才制造了3个月前的高速公路意外，就是要抢走那一台装满宝石的冷冻鱼卡车。不过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卡车司机车祸昏迷，孤独鬼就这样困在他的身体里了整整3个月。而庄庄的警察一边和他们说着这一段他所调查的事情，右近也开口说到了，孤独鬼在黑暗当中困住3个月，就犹如地狱一样，在他醒来的时候才会这样发疯，从医院乱跑，还跑到高速公路上。哇，原来右近根本上帝视角，因为上次右近接触到孤独鬼的时候就摸透了整件事情，因为他的能力真的太屌了。不是啊，你知道啊，你不会早点说哦。接着庄庄警察说到，目前宝物就在赃物买卖专家的手里，还没有被换成现金。在这之后故事转换成孤独鬼的第一人称视角，着重描写他内心的世界，还有他的心路历程，说他被困在黑暗当中到底有多痛苦。当他得知了自己的原本身体死掉的时候，他也直接大了一幕，因为当时在医院，帅哥驱魔师说要为卡车司机身上的鬼驱魔的时候，孤独鬼正想要来找帅哥驱魔师抱怨，想捶捶他的胸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守护住我的身体。”不过没想到帅哥驱魔师在他面前就像是假装没看到他死的，他就这样目睹着他的伙伴帅哥驱魔师在他面前假装被附身，假扮成孤独鬼胡扯。他说道：“你是恶魔。”真的是极为讽刺，也不禁让人打了寒战。也难怪他发现帅哥驱魔师找到他的身体就马上火葬的时候会大爆喜。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和解了，因为他们也顺利拿到了钻石，接下来只要等待换成现金就好了。但孤独鬼也指出，右近知道了太多事情了，你知道太多了。所以就这样危机正朝钱博士和右近他们步步逼近。钱博士对右近能够触碰到别人就知道这些东西，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所以幽默地问他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右近则说道，
他应该是能够看见人们的心灵创伤，他只能看到人们迫切想要传达的那些创伤，他没有办法看到人们想要隐藏的过去。这就解答了当时右京是怎么知道钱博士铃铛的来历。不过这能力也太开外挂了，他真的可以去当咨商师了。右京进来看看心灵创伤。而在这之后，大战一触即发。这一天，重装警察在赃物商这边埋伏，而孤独鬼也来到了这里，询问宝石兑换现金的处理进度。重装警察跳出来，于是他们开始扭打了起来。孤独鬼甚至一副要杀死对方的眼神，超级凶狠。不过，到底重装警察和孤独鬼附身的胖胖男谁会赢呢？当然是重装警察了。他顺利拿回了赃物宝石，回到了警局，但万万没想到，这些其实都在帅哥驱魔师的意料之内。没多久，他就派了孤独鬼附身在长发警察身上，拿回了宝石。哇，原来他是想要附身谁就附身谁，真的是很强大的能力。不过在这之后，他们为了寻找钻石的下落，来到了孤独鬼生前的住处，希望能够找到线索。钱博士和右京就找到了孤独鬼的笔记本，上面还详细记载了和帅哥驱魔师一起做的所有的事。哇，完全就是自己在雷自己，直接留一个证据等别人来找。不过正当他们准备要叫壮壮警察来看笔记本的时候，忽然间铃铃铃铃铃，那个根本不可能响的铃铛就这样响，鬼来了。没错，壮壮警察瞪大他红色眼睛看着他们。没错，他就这样被孤独鬼附身。他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来把右京处理掉。OK， 今天就说到这里。究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钱博士他如何保护右京？他要如何对抗孤独鬼？孤独鬼甚至会附身到帅哥驱魔师身上，把钱博士和右京活活烧死。接下来请收听这部作品的第1季结局，还有第2季、第3季的故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每周会更新1支影片。看更多漫画1分钟解说，只在卢卡斯曼。耶！